原主竟被劣质丹药的毒素生生熬死，这份仇我记了。检测到适配灵魂，诸天最强武道系统绑定中，绑定成功。新手礼包发放，至尊级呼吸法本源土耐术，效果每秒自动增加1点纯净气血，无时无刻不在运转。苏杰，你昨晚怎么回事呀？不是说好把这个月抚训的那8颗气血丹送给我吗？我等了你一整个晚上呢。这废物又在当提款机了，真是一条好狗。那8颗气血丹，我改主意了。你什么意思？那些丹药是你自愿答应给我的，我修炼正到了瓶颈期，你不能言而无信。自愿？过去15个月，你以修炼瓶颈、武技突破、生日礼物等各种荒唐理由，从我这里拿走了整整120颗下品气血丹，那是我父母用命换来的抚恤金，而你拿着烈士遗孤的救命钱去买衣服、买首饰，充当你的修炼资源。你胡说！你污蔑我！那些明明都是你主动送给我的。主动？需要我把每一次的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全部投屏出来吗？需要我去市政厅调取你的消费记录吗？苏杰，不识好歹的废物！雪儿妹妹肯收你的东西，是看得起你。你居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欺负她！立刻跪下给雪儿妹妹磕头道歉，否则老子今天就打断你的狗腿！听清楚了，3天之内，连本带利，180颗气血丹交到我手里，少1颗，我就去武者法庭告到你身败名裂。啊！检测到宿主已具备初步自保能力，现在发布主线成长任务：无上道基。任务要求于本届武考开始前，将体内99个基础武窍全部淬炼至第10级圆满。接下来就是第1个任务了。任务奖励：解锁诸天武库，专属称号极境筑基者及神秘大奖。失败惩罚：系统解除绑定。99窍10级圆满，有点意思，这才配得上我。当前气血储备充足，武窍淬炼中。丁，武窍淬炼成功，当前武窍等级提升为2级，战力提升。这种充满力量的感觉，真是让人沉醉。这就是极限淬体带来的蜕变。宿主苏爵，当前战力值549点，突破500大关了。如今的我，单凭肉身力量就足以碾压一切。苏爵，你个小畜生，让老子好等啊！好狗不挡道，滚！死到临头还敢嘴硬，在教室里老子是一时大意才被你推倒。今天我不光要打断你的手脚，还要废了你的武窍，让你彻底变成一个废人。看你还拿什么跟雪儿妹妹要债！猛哥，跟他废什么话？直接动手！回去告诉林雪儿，之前的账我重新算了一下，让她准备好200颗气血丹，少1颗，下场就和王猛一样。全校战力测试即将开始，立刻前往中央测试大厅集合。重复一遍，请所有学员前往测试大厅。我真的不知道苏琪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那些气血丹明明是他硬塞给我的，现在却反咬一口，还要逼我还那么多，我怎么可能拿得出来啊？雪儿别哭，苏杰那个废物就是个心理扭曲的变态，自己没本事就来欺负你。快看，他就是那个废物！就是，他还敢来参加测试。苏杰，轮到你了，尽力就好，别有太大压力。也罢，既然要重活一世，那就让这天明星从今天开始
记住我苏决的名字。100、200、300，突破天才线！200颗气血丹，交出来。恭喜临江市第一中学学员苏杰以碾压姿态登顶临江新星榜首。鉴于其展露的无上天赋，市武道协会特批，苏杰即刻获得进入星元秘境修炼的至高特权。星元秘境，临江市最高级别的修炼圣地，1年才开一次，名额全在大家族手里。他竟然直接拿到了特批。刚才测出的战力是突破400，不对，仪器都炸了，他的战力绝对不止400，我们竟然还骂他是废物。苏杰，好样的，是整个临江的骄傲。完了，彻底完了，我什么都没有了。苏决同学，恭喜你登顶本届新星榜榜首，这是市里为你准备的特殊奖励。你可以从这些珍宝中任选其一。第一件百炼诀玄阶中品呼吸法，每天可凝聚足5点气血，是基础呼吸法的5倍，放在外面足以引起那些武道家族的血拼。每天5点，我本源吐纳术每秒1点，这破烂也配叫珍宝？第二件物品，一枚记载着武技的晶石。第二件玄阶下品武技排云掌。修炼完满，能凭空提升1.5倍的基础战力，绝对的杀伐利器。这个是什么？这是从一处远古遗迹边缘挖出来的残片，材质极度坚硬，火烧不化，但没有任何能量反应，专家也研究不出用途。这只是拿来充数的，我强烈建议你选百炼诀，就选它了。苏同学，你确定这极大规律只是一块废铁？你放弃玄阶功法选个废品，这可是你拿命拼来的榜首奖励。我这人就喜欢赌一把。获得规则物品光阴之息。开始解析，当前进度1%。系统提示：检测到高浓度气血环境，每秒气血增加提升至2点。你就是那个苏杰，好狗不挡道。他疯了，那可是新星榜第3的赵峰，赵家的大少爷。小子，你很狂啊！我叫赵峰，战力580。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拿到榜首，但在我面前，你最好把尾巴夹紧点儿。赵峰是吧？你的废话不仅浪费了我的时间，还污染了这里的空气。你的气血怎么可能这么强？再敢来烦我，我不介意让你连秘境都进不上。星元秘境入口已稳定，时限7日，所有获取资格者依次进入。道哥，这是定金。那个叫苏菊的小子，今天进了星元秘境，他一个穷光蛋，修炼1年多，战力暴涨，身上绝对藏着天大的机缘。600多战力，确实有点邪门。不过老子昨晚刚突破800战力，手里还有黄阶中品武技，就凭他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学生，7天时间能翻起什么浪？道哥，等他7天后出来，你一定要把他废了，打断他的手脚。纪元您拿大头，给我留口汤就行。放心，只要他敢走出教育局，老子就让他知道这临江市的地下到底是谁说了算。派人给我把教育局所有出口死死盯住。检测到极高浓度气血环境，本源吐纳术效果极大提升，当前气血增加速度每秒5点。每秒5点，1天43万点气血，这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宝地。规则物品光阴之息残解析完成，绑定成功，恭喜宿主获得特殊辅助状态淬炼共鸣。淬炼共鸣效果，5窍淬炼时消耗双倍气血，淬炼效率永久提升100%，时间减半。时间减半，我最不缺的就是气血，这简直是开挂中的开挂。系统温馨提示：
天明星武道规则：武者在凝练第一条五脉时，若以低级五窍开脉，终生潜力定型，无法问鼎至高境。若想开辟传说中的10条五脉，必须在开脉前将全身99个五窍全部淬炼至10级圆满。普通人受限资源，3、4级就急着开脉，但我有系统，有光阴之息。既然要走，就走最强的路。在开脉之前，我要把这99个五窍全部砸到10级大圆满。系统，开启淬炼共鸣，给我往死里练。五窍淬炼成功，当前五窍5级，战力加6。丁，五窍淬炼成功，当前五窍6级，战力加8。当前状态更新，6级五窍32个，5级五窍67个，当前战力值1840点。1840点战力，现在的我一拳能打爆一栋楼。7天到了，该出去吃顿好的了。连着卷了7天，得赶紧去吃个烤肉补补。你就是那个新星榜第1的苏杰，听说你在秘境里捞了不少好处。你们挡着我去吃烤肉了。小子，你他妈是不是在秘境里待傻了？老子最近手头紧，向你借点东西，把你身上的造化还有银行卡密码全交出来，要不然老子今天就把你切成生鱼片！看到没？刀哥可是800战力的强者，你一个学生，识相的就赶紧跪下磕头，不然一棍子敲碎你的天灵盖！我给你们3秒钟，滚！让我滚？你他妈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隔空打人，气血外放，这是什么怪物？你也躺下吧。大哥，我瞎了眼，我错了，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谁派你来的？是王猛和他表哥，他们给我了5万定金，说您身上有大机缘，让我来废了您。大哥，这都是王猛的指使啊！王猛，真是只不知道死活的臭虫。喂，执法队吗？我是临江新星榜榜首苏杰，在青石路后巷遭遇持械抢劫，主犯已经被我制服，拿过来洗地。至于你，下半辈子去牢里当个废人吧。这妖兽肉里蕴含的气血虽然不如丹药，但胜在纯粹，没有丹毒。饭吃饱了，该去拍死那2只烦人的苍蝇了。喂，小子，今天场子被包了，不接客，滚一边！苏杰，你怎么会在这里？刀哥呢？你说的那个刀疤脸，他已经在去执法局的路上。放屁！刀哥可是800战力，就凭你，小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敢砸我的场子！兄弟们，给我抄家伙上，废了他！太弱了。你别过来，我可是黑虎帮的人，你敢动我？苏姐，饶命！我再也不敢了。我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找死。如果不彻底把你们踩死，你们总会像苍蝇一样嗡嗡叫。
刚才你们吓到我了，每人转账1万星元精神损失费，不然下场和他们一样。武窍淬炼成功，当前武窍等级6级。恭喜宿主，99个武窍全部达到6级圆满，当前战力值2376点，2376点战力，99窍6级圆满，这种力量充盈的感觉，简直让人沉醉。但这还不够，接下来是时候向7级武窍去发了。 6级武窍圆满，在这临江市，只要不招惹那些老怪物，足以自保了。苏杰，你可算下楼了！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李老师，什么事这么高兴？学校、市里、省里对你的奖励全部批下来了。学校和市教育局一共奖励150万星元，最重磅的是省教育厅300万星元，外加一次进入省武道图书馆玄阶区域挑选任意一门功法的机会。450万星元。谢谢李老师。 也谢谢学校的培养。若是别的学生，恐怕早就兴奋地跳起来了。你这份心性，果然非池中之物。去吧，别耽误了挑选功法的好机会。你们这株赤血参是我先发现的，凭什么强抢？哼，在临江市，我们周家看上的东西就是周家的，识相的就交出来，免得受皮肉之苦。阁下是谁？竟敢插手我们周家的事，还伤了我们的人，报上名来！路过而已，是你们的人先对我动的手。苏倔先生，请留步。没空。刚才我的手下不懂事，冲撞了苏同学，我代他们赔个不是。苏同学能一招废掉我的手下，战力快破1000了吧？如此天赋，实在可惜。可惜不可惜，是我的事。我是聪明人就直说，我们周氏武馆很欣赏你的潜力，只要你点头加入，玄阶功法资源任你挑，更有宁迈境长老指点，这可比你一个人苦苦摸索强100倍。说完了，苏同学，在临江没有大树遮风挡雨，幼苗很容易夭折的。周家的友谊，纵容手下当街强抢，打不过就出来招揽，这种友谊我高攀不起。我习惯了自己走路，不喜欢给人当狗。你们周家的庙太小，容不下我。好，很好，你有种！希望你的骨头能一直像你的嘴这么硬，走着瞧。推荐1：顶级剑术万剑归宗；推荐2：顶级剑术一剑破万法；推荐3：基础剑术真解，蕴含剑道基础规则，直指本源。果然，捡漏才是穿越者的标配爽点。哥们儿，省图书馆的机会难得，你就选这破烂？这玩意儿是外面便利店10星元一本，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基础剑术真解解析完毕，宿主已掌握剑道基础，所有剑类武器使用效率提升50%。是否消耗气血值？对残篇进行推演优化，立刻推演。消耗1万气血值，7星步优化为踏天步玄阶极品；消耗100万气血值，裂空指优化为洞虚指气血技。杀伤力为所消耗气血值的10倍。100万气血换来的终极杀手锏，让我看看你的威力！还不够，给我推到1000点！去！1000点吸血输出，1万战力杀伤，宁迈境之内，我几乎可以横着走。周家。希望你们别逼我用出这一指。丁，武窍淬炼成功，当前武窍等级7级，当前战力值2508点。废物，全都是废物！学校那边的谣言压不住，
市政厅那边也动不了他。一个无父无母的穷学生，背景比铁还硬。周少，您息怒。我们查到一条线索，市政厅任务结算点最近出了个匿名武者影，疯狂清理下水道变异鼠。这跟苏租有什么关系？您看这段监控对比，果然是苏哲就是影。穷小子晚上不睡觉去下水道加班啊！匿名武者死在下水道里，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周少有何吩咐？周猛，你战力1990点，已经凝练了一条五脉。今晚带上3个精锐去 B-7区下水道，等苏杰进去后跟上。不用废话，直接杀了，尸体剁碎，为变异鼠。周少放心，再邪门，今晚也必死无疑。刘影剑法用在这骨刺上，倒是挺顺手。就是这骨头不太结实。剑法不错，影，或者说苏杰同学。有人让我给你带句话，下辈子投胎记得好好给我们周少做狗。上，速战速决。太慢了。我的手！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们不是知道吗？苏瑞，新星榜第1影。你知道我刚才杀了他们3个用了几成力吗？1成。你说杀你需要几成？小杂种！老子是一脉武者，给我死！不知所谓。发生什么事了？周猛，说话！周坤，你的礼物我收到了。苏你，下次记得派点像样的狗，或者亲自来。惹我，那就做好被灭门的准备。周家，希望你们今天能给我一个满意的价码。3个凝脉境初期，加上周雄这个凝脉境中期，还真是看得起我。苏同学很准时，坐。尝尝武夷山送来的顶级大红袍，1年也产不了几斤。周副馆主，我晚上还要赶回去修炼，有话直说，别浪费大家的时间。苏同学快人快语，那我也就不绕弯子了。周猛他们4个的死，我可以当做没发生过。周坤那个逆子，我回去也会严加管教。你天赋惊人，但终究只是个毫无背景的穷学生。我们周家在临江市经营3代，手里捏着的功法、丹药、人脉，只要你需要，都可以为你所用。但前提是你把从周猛身上拿走的记录仪交出来，并且把所有的备份当着我的面彻底销毁。只要你点个头，周家不仅不会再找你的麻烦，还会成为你最坚实的后盾。我可以做主，将周家这一代最优秀的嫡系女孩许配给你，到时候你就是我周家的自己人。整个临江市，谁不给你几分薄面？周副馆主，您是不是觉得我苏蕊是个随便画张饼就能骗得团团转的白痴？苏瑞，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刚才放的那些屁，我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信。年轻人不要太气盛，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脸是靠拳头打出来的，不是靠别人施舍的。周雄，你今天摆出这副阵仗，又是利诱又是威逼，说到底不就是怕我把你们周家干的那些脏事捅出去吗？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记录仪我不可能交，而且我已经做了多重备份，一份在我手里，一份上传到了国外的暗网匿名云端，还有一份被我藏在一个只有我知道的地方。只要我今天走不出这扇门，这4份实况录像会立刻发送给市武道协会、联邦教育部以及全网各大媒体的头条。标题我都帮你想好了，林间周家暗杀新星榜首绝密全过程。
周秀，你觉得这个新闻能让你们周家死多少次？苏杰，你这是在找死！是吗？你可以试试。不过我好心提醒你一句，周猛死前也是这么认为的。动手，杀了他，把他的尸体给我碾成肉泥！系统警告，检测到致命威胁，气血值疯狂燃烧，当前汇聚气血100点、300点、500点。我看今天谁敢动他一根汗毛！杨会长，您怎么会在这里？怎么，周兄？这临江市是你周家的地盘，我杨百川来不得。不敢，杨会长误会了，我们只是在和苏同学切磋交流。切磋？带着3个宁脉境，你当老子眼瞎吗？2年前，你周家子弟在荒野杀人越货；去年，你纵容黑道打残3个学生。我留着你，是因为你在前线抗击妖兽还有点用，但你现在竟然敢派人暗杀我武协重点关注的天才烈士的遗孤！你的胆子真的是太大了！杨会长饶命，我知错了，我愿意赔偿，倾尽周家家产赔偿。赔偿？好。第一，3天内，周家所有人滚出市政厅和武道协会，你的武馆执照直接吊销。第二，赔偿苏局8000万星元精神损失费，少一个字，我拿你的脑袋补。第三，回去把你那个惹是生非的儿子周科亲手废了修为。如果以后让我知道你们周家任何人敢靠近苏杰半步，我就让临江再无周家。听懂了，滚！多谢杨会长出手解围。是你自己争气，那8000万最迟明天就会打到你账上。这7天你好好沉淀一下，7日后我带你去一个地方，见识见识这世界真正的模样。8000万星元的资源，加上这7天7夜不眠不休的极限压榨，我一定要把武鞘根基打到最坚固，打到最坚固。丁武鞘淬炼成功，当前武鞘等级7级，战力加11。2871点，这种充满力量的感觉，真是太美妙了。7天不见，你的战力竟然暴涨到这种程度，真是个怪胎。压力使人进步。杨会长，您今天叫我来，是要带我去哪？苏哲，你可知，在这个广袤无垠的世界里，我们人类不过是偏居一隅的猎物。在这大陆的山川沼泽之外，妖兽的数量何止万亿。我们人族能活到现在，靠的是无数先辈用血肉筑起的长城。你的父母就是在这条防线上战死沙场的英雄，他们是真正为了人族延续而牺牲的烈士。我明白了，杨会长，您刚才说我们人类只是猎物，那我们拿什么来抵抗那万亿妖兽？1000年前降临的神迹万象天宫，以及它背后的副本世界。只有战力突破2000点的精英才有资格接触那里。但苏决、木秀余魔封闭摧之。我人族第一战神月无极大人，当年历经9死1生才将武鞘淬炼至9级。为了避免你被暗中的敌人盯上，我建议你对外伪装成已经凝练5脉的6级凝脉武者。至于万象天宫，你现在进去还是太危险了。没有绝对碾压的实力之前，构筑发育才是王道。我同意。我还想继续沉淀一段时间，暂时不进天宫。很好，沉得住气。既然如此，上飞船。我今天先带你去见识一下真正的战场。杨战将，您终于来了。张卫官，情况恶化了，前方的探测器全部失效，山林里的妖兽信号在半小时前突然消失，太反常了。1级警报，雷达发现大规模热源靠近，是中型兽潮，距离防线还有10公里，所有人立刻进入战斗位置。
闭关了7天，骨头都快生锈了，刚好拿你们这帮畜生试我的刀。开火！绝不能让这群畜生靠近城墙！闭关7天，这身戾气正愁没地方使。哼，就拿你们试试我7级无穷的力量。我操！一拳打爆了7、8头铁背狼，这战力起码得有1500年以上了吧？是疯狼头领，战力全都在2000年以上。来得好！畜生，你往哪儿跑？滚下去！苏姐，这里面是一枚降级妖兽熔岩地龙的晶核，能量极为狂暴，但也是绝佳的磨刀石。你回去后将它吸收，若能借此明悟本心，对你未来的武道之路大有裨益。降级妖兽的晶核，就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狂暴。这点苦痛算什么？给我镇压！区区一头死去的孽畜残留的残念，也敢在我面前放肆！我的道是自强不息，是斩破前路一切阻碍。谁敢挡我，我就斩了谁！给我碎！丁，检测到宿主成功粉碎妖兽意志，明悟本心，武道之心凝聚成功，效果解锁意志统治，对自身气血掌控力提升50%，修炼功法悟性大幅提升。武道之心，原来这就是绝对掌控的感觉。丁，检测到宿主拥有气血储备350万点，且凝聚武道之心，满足系统新功能解锁气血烘炉。气血烘炉，无视时间，瞬间升级。系统，立刻给我转化10万点气血。转化成功，获得气血精族10点。系统，使用气血精华，给我把一个6级武柩升到7级，消耗0.75点气血精华，淬炼完成。当前武柩等级7级，战力加11。干什么干？老子现在要疯狂氪金！系统，把剩下的54个6级武橇全部给我升到7级。消耗0.75点气血精髓，提升至7级。消耗0.75点气血精髓，提升至7级。当前武橇7级99个，7级圆满，战力值3465点。7级圆满还不够，给我继续冲8级。系统，全部给我砸进8级。消耗2.5点血气血精髓，提升至8级。当前武橇8级99个，8级圆满，当前战力值4950点。8级圆满，接近5000的战力，这种力量，就算是不动用武技，我也能一拳锤死普通的宁迈境。系统，
8级升9级需要多少气血精髓？单次升级需消耗气血精髓10点，折合普通气血10万点。10万点升一个，99个就是将近1000万的气血。我这剩下的80多万，连塞牙缝都不够啊！常规的吸收气血速度太慢了，距离无考只剩不到半年，必须弄到海量的气血资源，否则根本达不到10级大圆满的无上道基。常规资源太慢了，看来是时候去弄点大场面了。降级妖兽战力过万，那已经是正式战将的领域。我如今基础战力接近5000，凭动虚指能爆发出过万杀伤，但持久力、防御力都差得远。单独接这种 A 级任务，稍有不慎就是送菜。高风险低收益，组队又容易暴露系统秘密，常规途径搞气血太慢了。丁，历经24小时，首个8级武窍淬炼成功。当前武窍等级9级，战力加2值。苏姐，怎么修炼上遇到瓶颈了？晚辈修炼到了关键阶段，需要好量气血支撑。不知您可知晓，除了咱们临江市的星元秘境，附近是否还有能加速气血积累的地方？加速气血积累之地极为稀有，不过在天都省首府金陵市，倒有一处更高级的星元秘境，其内气血浓度是外界的10倍，每隔3年开启一次，算算时日，就在4天之后。10倍浓度，那我的本源吐纳术恢复速度将达到每秒10点，10天下来就是800多万点气血，这足以让我冲上9窍，甚至10窍圆满。杨伯伯，如何才能获得进入资格？名额极其有限，只有50个，且半年前就已上报联邦，如今名额已满，无法更改。不过，苏姐，你既然能在此等年纪达到如此战力，想必有能极大提升气血、增加效率的特殊手段吧？无需紧张，机缘因人而异，联邦律法保护个人所获。我只是想告诉你，换个思路，去向那些已获得名额的人买资格。买资格？对于寻常依靠基础呼吸法龙者，在10倍秘境苦修10天，不吃不喝，顶天也就获得1000点气血。一颗上品气血丹价值10万星元，能提升30点气血。你若能直接砸出500万星元，没人能拒绝。对啊，别人进去是低效赚气血，我进去是挂机印血血，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多谢杨伯伯指点迷津。去吧，金陵是水深，行事多加小心。诸位，今日拍卖的这个星元秘境名额来自一位不幸的壮士，其家属决定将门票公开拍卖，起拍价10万星元，我出30万、50万、90万、210万、 220万、500万。这500万星元，买个10天修炼名额，他疯了吧？这能买几10颗上品气血丹了，哪来的败家子儿？你们懂什么？这小兄弟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想用这种方式多给烈士遗孤一些抚恤。500万拿来做慈善，这等手笔，绝对是尹氏家族的核心子弟。500万星元3次，成交。丁，转账成功。谢谢你，你一定会有好报的。节哀。距离秘境开启还有4天，一个8级武窍升9级要24小时，剩下的90个嗷嗷待哺，硬干绝对干不动。既然本源吐纳法能自动挂机运转，那这段时间我不如彻底放空精神，养精蓄锐。那不是花500万买名额的那个败家子吗？他状态怎么这么好？肯定是自暴自弃，干脆睡了4天大觉呗。换我花500万，我也心疼的没法修炼。秘境开启，依次进入，时限10天。
睡觉去。他这是在干嘛？这可是10倍浓度的星元秘境，1秒值1000金，他居然在这铺床睡觉，真是烂泥扶不上墙。有钱又怎样？武道一途不靠苦修，终究是个废物，暴殄天物。燕雀安置红姑之职。系统，给我先转换40万气血储备，并将接下来增加的所有气血实时投入气血烘炉，同时给我疯狂淬炼剩下的90个8级武窍。指令确认，检测至超高浓度气血环境，本源吐纳法全功率运转，当前气血增加速度每秒10点。消耗10点血血精粹，武窍等级提升至9级，战力加20。走了狗屎运的家伙，睡得这么死，吸收这么多杂乱气血，也不怕练岔气爆体而亡。该死，气血岔乱了。消耗10点气血精粹，武窍等级提升至9级，战力加20。我这10天不眠不休，足足增加了120点气血，太值了！我也突破了瓶颈。消耗10点气血精粹，武窍等级提升至9级，第81个8级武窍晋升完成。最后一窍，给我破！发生了什么？妖兽袭击吗？99个9级武窍大圆满，这种力量充盈的感觉真是久违了。他的气息怎么比10天前强了这么多？这绝对不是刚突破的虚符，这气息厚重的简直像个怪物。难道睡觉真的能变强？这位兄弟，不，这位大人，你莫非是有什么独特的修炼秘诀？能否大发慈悲，指点我等一二？指点就不必了，或许只是我睡得比较专注吧。战力逼近7000，现在就算是不动用武技，我也能一拳捕回周家那个老鬼。不过这还不够，系统发布的主线任务可是要求99窍10级圆满的无上道基。系统锁定一个9级武窍，尝试冲击10级。9级晋升10级，需消耗普通气血5000连0点，秒升需血血精粹25克。5万点血血升一个，99个就是将近500万血血，这他妈是武窍还是吞星兽啊？我这70万储备，只够秒升2个10级武窍。不管了，先升2个探探底。系统转化50万气血，给我秒升2个10级武窍。消耗50点气血精粹，提升开始。哈哈哈，2个窍穴就增加了60点战力，这种生命层次跨越的感觉太美妙了，必须尽快搞到更多气血。无人接听，看来是在出任务，不能干等着，去市政厅看看有没有大火。听说了吗？周家彻底完蛋了，武馆被查封，周雄父子全被废了修为，成了连普通人都不如的废人，活该！平时作威作福，这下踢到铁板了。听说惹了那个叫苏菊的天才，人家连手指头都没动，周家就灰飞烟灭了。不仅是周家，你们还记得其中那个班花林雪儿吗？记得呀，长得挺水灵的。怎么了？名声臭大街了。怎么了？听说以前靠骗那个苏卓的资源修炼，现在苏卓发达了，他想吃回头草，被当众打脸，现在修炼也废了，被家里当成彩礼工具。远嫁给外地一个小武馆的纨绔少爷，下半辈子算是毁了。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青青性命。不过这些都与我无关了，我的路在诸天万界。按击杀数量计算，这哪里是什么受灾？这分明是送上门的海量气血精注，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提款机。S 级支援任务，我接了。这位先生 ，S 级任务极其危险，需要战力达到3000点以上才能接取。
请您在旁边的测试仪上进行战力复核。我现在6900多点的战力，要是全爆出来太招摇了，压一点吧。战力验证通过，军用飞行器已在楼顶停机坪就绪，随时可以出发。走。所有新来的支援武者，立刻填补左侧防线缺口，绝不能让那些兵级畜生冲上来！填补缺口，杀这些不值钱的小喽啰能赚几个子儿？那些隐藏在后方的降级妖兽，才是真正的大鱼肉。苏哲，你在干什么？抱歉了，长官，我赶时间。喂，那个小子，你去哪里？不要命了吗？混蛋！又是个不知死活的愣头青，死了活该！就拿你开刀！洞虚指，击杀降级妖兽，获得联邦贡献点180点。系统，这完整的妖兽尸体，气血烘炉能直接炼化吗？丁，检测到可炼化能量源，是否投入气血烘炉？给我炼化！炼化成功，获得气血精粹5.5点。哈哈哈，这比吃气血丹快100倍，挂中挂呀！下一个，2万战力，拼了！看看2000气血的洞虚只有多猛！给我破！击杀熔岩地龙，获得贡献点500点，炼化获得气血精髓22点。值了，系统，给我秒升3个10级武鞘，消耗75点气血精华，3个武鞘提升至10级，战力突破7000。今天苏老板请客，管杀还管埋。第30个10级武鞘了，基础战力逼近8000点。怎么回事？兽潮的攻势怎么突然减弱了这么多？是刚才跳下去那个小子，他非但没死，还在单方面屠杀降级妖兽，连尸体都变没了。这他妈到底是什么怪物？那种被死死盯上的威胁感越来越强烈了。25000点，居然是血脉变异的精英级降兽。踏天步！在空旷地带跟这种速度极快的飞行妖兽打，纯粹是活靶子，必须限制它的机动性。那边，妈的，这样一味躲避，迟早被他耗死在这儿。他的速度确实快得离谱。但在每次俯冲攻击、抓碎岩石的瞬间，因为石林地形的限制，他都必须有不到0.1秒的停顿来调整姿态，只能拿命赌一把了。来了！洞虚指，给老子动！
成功击杀精英级降兽猎金雷鹰，获得贡献点1500点，炼化获得气血精粹85点。系统，给我连升4个10级武鞘！34个10级武鞘，这种力量在体内奔腾的感觉，真是让人着迷。休息结束，下半场的屠杀开始了。苏爵小兄弟，你没事？刚才兽巢后方那头气息恐怖的猎金雷鹰哦，你说那只杂毛鸟啊？我看他们在那边唧唧歪歪，挺碍事的，就顺手清理了。顺手清理了？苏兄弟，你一人瓦解兽巢，立下盖世奇功，我立刻向上级。功劳算大家的，我赶时间回家吃饭，先走一步。58000点贡献值，这次真是赚翻了！60个10级武鞘，我现在的根基恐怕已经彻底超越了天明星有史以来的认知。警告：检测到宿主战力及武鞘数量达成前置要求，10级极境最终阶段正式开启。警告：检测到宿主战力及武鞘数量达成前置要求，10级极境最终阶段正式开启。目标99个武鞘，10级大圆满。60个10级武鞘，我的战力就已经逼近9000大关。如果99个全部10级圆满，那绝对是天明星前无古人的无上道基。39个9级武鞘，如果要全部提升到10级，按照系统规则，我还需要海量的气血精算。气血丹不行，转化率太低。百年血参不够塞牙缝的。降级妖兽晶核1万贡献点1颗。我拼死拼活瓦解了一个中型兽桥，才赚了58000点，连6颗都换不到。常规手段太慢了，我没时间慢慢积攒，必须找个能大开杀戒、疯狂收割高级妖兽的地方。这种机密情报，只能找杨伯伯了。苏姐，你这副样子，看来在77号妖所，你搞出了不小的动静啊！杨伯伯见笑了，顺手杀了点妖兽而已。一人瓦解兽巢，军方那边对你的评价极高。说吧，找我什么事儿？你小子无事不登三宝殿。杨伯伯，我需要海量的气血资源，极度庞大的那种。常规的猎杀和兑换已经满足不了我了。你的根基已经远超常人，看来你是想冲击那个传说中的极境了。是，我要99鞘，全部大圆满。有野心是好事，如果你真有这个胆量，万象天宫的荒古试炼场是你唯一的去处。荒古试炼场？那是万象天宫内一个专门为五鞘期武者设置的极限挑战副本，里面有源源不绝的妖兽幻影，每击杀一波就能获得极度精纯的气血奖励，难度越高，奖励越是呈几何倍式暴增。这合我意。杨伯伯，我要怎么去？我替你申请权限，立刻来城东废弃7号矿坑找我。记住，那地方不是过家家。哦，气息更加内敛了，不错，跟我来。空间折叠技术，这是通往万象天宫外围的隐藏传送点之一，进去吧。
冰火秘境缺个防御性武者，战力2000以上的来。刚从毒瘴林带出来的2阶毒蟒蛇胆，换500贡献点，拒绝还价。那里就是荒古试炼场。岳无极，那是我们人族的传奇战神，他在800年前留下的记录，至今无人能破。这是你的临时进入愣牌，记住，荒古试炼场分为简单、普通、困难、梦险5个难度。你第一次来，先选择普通难度试试水，千万不要好高骛远，一旦在里面死亡，就是真的魂飞魄散。我知道了，杨伯伯，保命第一嘛。这小子眼神那么狂热，不会乱老吧？不过有我提醒，他应该知道分寸。欢迎来到荒古试炼场，请选择挑战难度。简单模式，基础奖励11；梦魇模式，每波100只妖兽，基础奖励100，并有极小概率触发隐藏奖励。警告：该模式失败率极高，1000年来无人通关，请慎重。普通难度，抱歉啊，杨伯伯，我可没时间陪这些妖兽过家乡。100倍奖励，我要。梦魇模式已锁定，试炼开始。就这，滚！第1波完成，获得100倍奖励加成，气血点加1万，真是美妙的滋味。第2波即将降临，太弱了，让更猛的来。太慢了。第6波完成，获得气血32清。跟我比速度！总虚值。第8波完成，获得气血128清飞，当前气血储备268万。系统转化精粹，给我继续升！消耗250万气血，转化250精粹，提升10个10级5阙。第9波，暗影魔龙王，数量100，单体战力6930。隐秘刺杀，滚开！躲不开了，必须硬扛。抓到你们了！总虚值3连！系统继续提，消耗250精粹，提升10个10级5窍。战力9900，还会战术配合。烧！躲不开！太多了，这帮畜生的防御和力量太恐怖了，这样下去，我会被活活耗死。系统，消耗10点气血精粹，给我爆！气血燃烧，给我看！临时状态气血燃烧已开启，持续时间30秒。警告：对身体负荷极大。给我碎！
警告，气血燃烧剩余时间3秒。想跑！东虚之灭！第10波完成，获得气血51002粒，完美通关梦魇难度荒古试炼场，评价 SSS 级。我赢了！系统，消耗所有气血精粹，把剩下的19个9级5窍全部给我升到10级！圆满！消耗475精粹，开始提升。破了！月无极战神的记录被破了！梦魇难度，怎么可能有人能通关梦魇？这个劫到底是人是鬼？这小子，他不是去试试水吗？他把天捅破了！深藏功与名，赶紧撤！别说话，快跟我走！你闯大祸了，上面的人已经盯上你了。杨伯伯，不就是一个副本记录吗？至于这么紧张？不就是一个记录？你打破的是联邦第一战神月无极保持了800年的神话。你知不知道，就在你出来的前1分钟，天都省武道总会会长陈明阳大人亲自给我发了最高级别的红色指令。不仅如此，连联邦议会的特使都在紧急赶往临江市的路上。陈明阳会长，联邦特使，你以为这是什么好事吗？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的表现太逆天了，逆天到联邦高层都会怀疑你身上藏着惊天秘密，你躲不掉的。想查我，那也得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小子，你太小看凝脉境之后的修炼了。你现在5窍虽然圆满，但接下来你要凝结5脉。凝脉期需要的气血是天文数字，第1条需要1万，第2条2万，到了后面甚至需要上千万的纯净气血。我知道你在黑市赚过钱，但市面上的气血丹，甚至高级妖兽精力都蕴含狂暴的丹毒。你吃的越多，丹毒积累越深，最终轻则经脉尽毁，重则爆体而亡。没有大势力的顶级资源净化，你就算天赋再高，也是死路一条。丹毒，我的系统提纯的气血精细是最完美的本源能量。什么丹毒，在我这里根本不存在。杨伯伯，资源的事我自有分寸，谁也阻挡不了我向上的路。罢了，现在说这些也没用，我们直接去武协总部的地下密室，在特使到来之前，你哪儿也别去，抓紧时间修炼，能强1分是1分。系统，调书面吧。37万点精纯气血，别人畏之如虎的丹毒，我有系统烘炉提纯，根本无所顾忌。既然暴风雨要来，那就让它来得更猛烈些。消耗1万点气血，给我冲击第1条5脉！10级境已破，今日我入凝脉。丁，第1条5脉凝练成功，基础战力加1000点，当前基础战力13200点。这就成了，简直太简单了！这股力量远超5窍期的极限。丁，检测到宿主已开启5脉凝练，现发布第2阶段主线任务10脉极境。任务要钱于5考前成功凝撑10条5脉，任务奖励已到成就点核心功能诸天战场权限，随机诸天世界法则碎片 X1，失败惩罚，宿主潜力将永久锁定，无缘至高武道。好一个10脉极境，我的路是星辰大海，是诸天万界，区区天明星的规则算什么？这10脉极境我破定了，我拥有武道之心，凝练的5脉完美无瑕，根本不需要稳固，给我继续冲，消耗2万点气血，凝练第2脉。
消耗2万点气血。第2条5脉凝练成功，基础战力加2000点，当前战力15600点，还不够，给我开！第3条、第4条，消耗4万点气血。第3条5脉凝练成功，登战力20400点，消耗8万气血。第4条5脉凝练成功，当前战力3万气血。给我破入第5脉，消耗16万血血，基础战力加16000，49200点。这是什么气息？里面到底是一只高阶妖兽，还是一个人？是苏丽，这小子，他不是刚突破凝脉境吗？这股气血波动怎么可能飙升的这么快？战将级，绝对达到了战将级的能量波动。他才多大？这要是传出去，联邦高层会疯的。封锁消息，今天这里发生的一切，绝不能泄露半个字。短短时间，战力逼近5万门关，横跨数个等级，直达4级战将层次。这种速度，堪称逆。第6条5脉凝练中，需消耗50万气血，气血不足，凝练中断。唉，氪金一时爽，一只苏金气血永远不够。30多万的存货，眨眼就见底了。这后面的消耗，简直是个无底洞。苏小友，冒昧打扰，老夫赵玄空，金陵赵家大长老。赵长老，有何贵干？小友天纵之姿，破了战神纪录，可谓千年不遇的奇才。但你可知木秀云封闭摧之，没有大势力庇护，你的前路必然危机四伏。所以赵长是来当救世主的？只要你加入我金陵赵家，功法武技乃至海量妖兽气血皆可无限供应，甚至我赵家有秘法，能将气血丹中的丹折烧2成，这可是无数天才梦寐以求的造化。条件确实诱人，不过我这人骨头硬，不喜欢给人当狗。苏杰，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独木难支，没有势力的资源，你拿什么凝练后续5脉？你以为靠你自己能走多远？我能走多远，不劳赵长老费心。你那减少2丹藤的垃圾秘法，还是留给你们赵家的废柴自己用吧。我再说一遍，别来烦我。好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畜生，竟敢如此折辱老夫！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就必须死！传我命令！哼，真以为几颗带毒的丹药就能买我的命？可笑！不过气血资源确实是个大问题，必须寻找新的出路。系统，开启诸天武库。欢迎使用诸天武库，这是以武道成就比兑换诸天万界武道资源的唯一宝库。宿主当前可用武道成就比1000点。这才是真正的宝藏！系统，打开功法神通类。1亿8000万！系统，你抢钱啊！老子拼死拼活才拿到1000点。行了，买不起，根本买不起！我简直就像个刚进城的叫花子在逛顶级拍卖行。击杀气陨之子，献祭诸天宝物。看来，这系统不仅是要我横推天明星，更是要我把诸天万界都搅个天翻地覆啊！既然如此，那便战！诸天万界的天骄都将成为我攀登巅峰的垫脚石。系统，有没有便宜点的盲盒？给我来个单抽，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指令确认，随机物品抽取，消耗1000点成就点，进行诸天万界随机物品抽取1次，奖励范围凡品质混沌至宝。出金，给我出金！初步融合前置条件，基础战力达到1000星。提示：已解锁更高层级单位，移星1万点。49000战力。足以在临江横着诸天标准这里，竟然连5星都不到，还要融合这只眼睛，需要1000万战力。1000万战力又如何？凡人仰望星辰，那我就踩碎星辰。总有一天，我会达到那个境界，亲手将你挖出来，按进我的眼睛里。好高骛远没有用，饭要一口一口吃。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手头能用的底牌全部转化为极战力。极度危险警告：先天神魔碎片蕴含不灭道运与狂暴魔性，宿主当前境界强行融合，有99%的几率爆体而亡，请谨慎操作。警告：宿主当前肉身强度无法承载不朽道运，强行融合将导致骨骼粉碎、气血逆流。爆体而亡，
我苏杰能从一个废物走到今天，靠的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拼命。只要死不了，就往死里练。系统，给我压制！老子今天就要硬生生吃下这块骨头！凡人，安敢染指神魔之躯，死！滚出我的身体！老子管你什么先天神魔！到了我的地盘，就算是龙你也得给我盘着！本源吐纳术，给我重塑！苏琪，出什么事了？难道走火入魔了？这动静不对，快开门！杨老鬼，你没事吧？这股气息比战神还要恐怖100倍，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到底在融合什么怪物级别的宝物？丁，不朽五谷用甲碎片，融合度0.01%，被动激活，右翼获得双倍基础强度加持，大幅提升负面规则抗性。这种感觉太美妙了，这才是足以支撑我横推一切的底牌。哼，就拿你开刀了。这可是5级战将都打不破的特制大门，一掌拍碎了，他到底还是不是人？杨伯伯、白会长，你们这门的质量不太行啊，供应商吃回扣了吧？我还没怎么用力，它就碎了。质量不行，这可是花了我武协大半个季度经费定制的，你小子简直是个人形暴龙！你小子进去一趟，是不是又变态了？刚才那股力量绝不是单纯的气血爆发，小有突破罢了。检测到当前独立生命量生成速度每秒5点，每秒8点的纯净气血恢复，加上这深不见底的肉身强度，这才是真正的极境本钱。陈总会长，南宫特使，苏杰带到了。晚辈苏杰见过陈会长，南宫特使。你就是那个在万象天宫打破月战神纪录的苏杰，成长速度快得违背常理，没有任何背景却能横空出世。告诉我，你是不是动用了什么被列为禁忌的邪道秘法，透支了潜力？邪道秘法，透支潜力？特使大人既然怀疑我，又何必大老远跑来浪费时间？我苏爵能有今天，靠的是拿命在极境里杀出来的。这世上没有任何规矩能定义我的武道。好狂妄的口气，骨头倒是挺硬。既然你不肯说实话，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这是联邦最新研制的真实之眼，任何隐藏的丹毒、邪气、虚高战力，在他面前都无所遁形。就让我看看你这具走捷径催熟的身体里，到底藏了多少令人作呕的剧毒废招！啊，49200，这已经是4级战将的门槛了。他才多大？哼，战力高又能说明什么？靠嗑药堆上去的境界，气血纯度绝对是不堪入目的垃圾。开启气血纯度检测模块。这是100，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就算是武神亲自提炼的高阶丹药，也绝不可能达到100%的绝对纯净。你到底干了什么？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看来这100%的纯度给这群大佬的刺激足够大了，是时候抛点饵了。南宫特使，陈会长，既然瞒不住，那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3年前，我父母在兽潮中双双战死，尸骨无存。那一天，我受了极大的刺激，大病一场。从那以后，我的身体就发生了一些异变。我发现，我即便不怎么修炼，体内也会自动生成一种毫无杂质的纯净气血。这是什么荒谬的理论？人体怎么可能凭空造血？还是100%纯度的气血？你当你是人形的星元秘境吗？我也不知道这算什么体质，姑且叫它先天纯净气血圣体吧。不可能，
这违背了武道界的铁律。你生成的速度有多快？大概每秒1点左右吧。每秒1点？你这是在说神话吗？这里是10万点高妖兽精血，蕴含着恐怖的丹毒和狂暴意志。你不是说你的体质能无视杂质吗？你若是能当着我的面把这些精血全部吸收，且不留一丝丹毒，我南宫博就信了你的神话。南宫特使，你疯了吗？10万点高阶精血，就算是巅峰战将一口气吞下也会爆体而亡，你这是要毁了他。他如果真是他说的那种圣体，就绝不会死。苏教，你敢不敢证明给我看？味道不错，特使大人，还要再测一次吗？奇迹，这真的是违背武道常理的奇迹。苏决，从现在起，你就是我天明星联邦最顶级的战略核心。南宫，立刻起草绝密档案。苏决的修炼资源全部调为 S 级无限级鹰雀鹅，谁敢阻挡，我陈明言亲自灭他满门。苏小子，从今天起，你只管放手去变强，天塌下来，我们这几个老财货先给你顶着。联邦的羊毛算是彻底捞到手了。资源无上限吗？真正的极境之路，现在才刚刚开始。苏决同学，请原谅我们之前的冒犯和质疑。你的情况已经彻底打破了武道界的常理。我南宫博现在以联邦中央议会特使的身份，代表最高议会，正式向你发出最高级别的邀请，邀请你加入联邦启明星计划核心训练。多谢特使大人信任，晚辈定当努力修炼，绝不辜负联邦的栽培。只是不知道这核心序列的待遇如何？资源方面你大可放心，首批扶持资源今天就会下发，包括联邦银行100亿星元信用额度 ，S 级以下所有任务库随意接取权限。最重要的是，我会立刻动用特使权限，为你强行调破1000万点气血，供你一人优先使用。1000万点，这帮联邦高层的羊毛比我想象的还要肥啊！晚辈多谢特使大人厚赐，那我就不客气了。不过，既然成为了启明星，为了你的绝对安全，你必须立刻跟我回联邦中央总部，那里有全联邦最顶级的安保力量。不去。为什么？那可是联邦总部，全天下武者做梦都想去的地方。武考都还没考呢，我可是要拿武考状元的人。而且临江市挺好的，我家楼下街角那家烤肉饭特别香，我还没吃够。哼，臭小子，都什么时候了，还惦记你那口烤肉饭？苏决，以你现在的实力和潜力，武考状元对你而言还有什么意义？怎么没意义？奖金丰厚啊！听说武状元光星元奖励就几千万，还能挑一门地阶武技，到时候我再开个直播，随便露2手，那打赏还不得起飞？南宫，这小子是个顺毛驴，逼得太紧反而适得其反。温室里养不出吃人的猛虎。苏决可以暂时留在临江市准备武考，但我有一个条件，联邦必须派遣一支最精锐的秘密护卫队驻杀临江，由我陈明阳亲自坐镇。好，就按陈会长说的办，我立刻回总部上报议会，调派人手和资源。苏杰，人族未来的希望或许就在你身上了，好好活下去。苏瑞，你是不是一直很好奇，为什么联邦各大势力的那些顶级天才，明明资源堆积如山，却大多在武窍7级8级时就匆匆凝练武脉，踏入凝脉境？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疑惑。以他们的条件，完全可以花时间把根基打得更牢，为什么要急于求成？因为他们在争夺时间。在万象天宫的深处，有一处名为星陨界的特殊秘境。这处秘境每年8月开启一次，它的进入条件极其苛刻，唯有每年全联邦武考总排名前300的天骄，才有资格拿到进入星陨界的入场券。把集战力拉到极限，去拼死争夺那前300的席位。没错，像金陵赵家的那个赵凌霄，号称天都省顶尖天骄，如今凝练了4条武脉，战力破万。但在全联邦的妖孽面前，他那点实力连前200名都排不进去。第一战神月无极大人当年就是从星训界杀出来的，他拿到了核心传承，才铺就了今日的无敌之路。全联邦前300，哈哈哈哈！好一个星陨界！既然第一战神能去的，那我苏杰更去得。陈伯伯，这入场片我拿定了，而且不仅是前300，这联邦武考第1的位子我要了。别高兴得太早，
你拒绝了去总部避风口，就等于把自己彻底暴露在了那些嗜血的恶狼面前。赵家那些被你打脸的老狗，还有潜伏在人族疆域内专门猎杀天才的妖族暗子，现在都已经盯上你了。他们已经准备好来取你的项上人头了。赵家妖族暗子，陈伯伯，您太小看我了。我苏杰修炼至今，正愁没有足够分量的垫脚石来磨我的刀。想要我的项上人头，就怕他们这群缩头乌龟不敢来送死。好一个狂妄的小子，有老夫当年的风范。既然你有这等胆魄，那我就陪你疯一把。老杨，立刻开启武协地下那间最顶级的特制修炼室，全部封锁。在联邦资源到位前，谁也不许靠近半步。明白，我这就去安排。第一，身份验证通过。尊敬的苏爵阁下，您的联邦银行账户已汇入100万明年星元。整1000万点高阶精血，联邦这帮高层出手还真是阔绰啊！有了这些资源，第7条甚至第8条五脉都不在话下。系统，给我开启气血轰炉！第6条五脉当前凝练进度15%，还需消耗42.5万点气血，是否确认？确认！给我砸，狠狠的砸！消耗42.5万气血，第6条五脉凝练中。进度30%、60%、90%、100%，凝练成功。第6脉大圆满，基础战力暴增32000点，当前基础战力87600点。87000点战力，这力量简直让人沉醉。这才哪儿到哪儿？系统，给我继续重开第7脉！确认，给我破！消耗150万点血血，第7条五脉凝练中，第7条五脉凝练成功，基础战力增加64000点，当前基础战力164400点。痛快，再来！系统，第8条凝练第8条五脉需消耗500万点气血，是否确认？确认，消耗500万点气血。第8条五脉凝练中，第8条五脉凝练成功，基础战力增加12万8000点，当前基础战力31万8000点。31万8000点，3级战王！我现在感觉能一拳打配一座山。剩下的气血只有300多万了，第9条五脉估计要上1000万，这点气血根本不够看。算了，先存着当底牌。王老板。老规矩，超级加笨豪华版烤肉饭，肉北满，饭压实。哟，是小苏啊，好久没来了。听说你现在可是咱们临江市的大名人了。等着，叔这就给你做一份量最足的。这不是演习的警报。通知北部边境77号、78号哨所防线遭遇超大规模兽潮冲击，规模判定为超大型。王老板，钱我转你了，这碗饭等我回来再吃。小苏，小心，一定要回来，叔下次给你加10倍的肉。顶住！身后的娃娃们还没撤走，给我顶住！别去，你会死的！我是武者，我如果不去，谁来保护你？前世的英烈，今生的死咒，家园，去他妈的理由！我只知道那里有数不清的王级妖兽，有海量的气血精撒。今天我要大开杀戒！苏局，情况有变，前线出现王级妖兽，防线马上就要崩溃了。
奉南宫特使和陈会长最高联合指令，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立刻护送你撤往金陵安全区。你绝不能有任何闪失。跟我走。苏瑞，别犯浑！你是联邦的未来，你的命比前线那个破赵研所重要10000倍。立刻跟我去停机坪。我的命更重要。陈队长，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我变强不是为了在安全屋里当被人供奉的骑墙物，战场才是男人的归宿，让我当逃兵，这由不得你！上面下了死命令，今天就算绑，我也要把你绑去金陵！动手！滚！战王级威压，这怎么可能？你们要跟着可以，但我先走一步了。妈的，这小子是个疯子！通知上面，目标拒绝撤离，已自行前往前线，请求变更指令，护卫队申请随行参战。都给老子打起精神，多杀几个畜生，别给临江市丢人！张涛，给我调一架最快的高速攻击艇，立刻！苏决，你不是应该撤离了吗？废话少说，送我去前线妖兽最密集的缺口。你要是耽误我1秒钟，我先拆了你这市政厅！好。跟我来，7号停机坪，那架红色的雷鹰攻击舰已经加满燃料了。王级妖兽。今天我要让这超大型兽巢变成我苏杰个人的气血精粹仓库！顶不住了，防线要守不住了！那是什么人？仅凭一击就制服这么多降级妖兽，是战王！我们人族的战王强者来支援了！第一个就是你！给我碎！重创王级妖兽深渊魔蛛，炼化获得气血精华200点。来得好！重创王级妖兽熔岩地龙王，炼化获得气血精卡250点。哈哈哈哈！第3个，轮到你了！给我下来！击杀王级妖兽雷翼龙鹏，炼化获得气血精具230点。系统，我还需要多少气血精髓才能凝练第9条五脉？当前气血精髓不足，兑换凝练第9脉所需的1040万气血，还差1140点精髓，还差1点，那就继续战。来得好，正等着你们主动上前。想用幻术，你找错对手了。安分下来吧。
想走，留下气血精浊再离开。气血精粹已满足条件，当前累计折算气血值突破1500万。1500万精粹，系统，为我凝练第9条五脉。第9条五脉凝练成功，基础战力加25.600点，当前基础战力52.1000点，极境筑基者加成后，实际基础战力62.5200点。这究竟是何等强大的力量？6级阵王，有这份力量，足以应对所有王兽了。战力绝对破100万层级，终于出现了真正的黄级妖兽。这股火焰气息，是陈明阳会长。难怪之前临江战场找不到他，原来是孤身突进兽桥最深处，打算直捣黄龙，斩杀兽桥源头。该死，被这群畜生牵制住了。陈会长，坚持住，苏决来也！这小子的气息怎么提升的这么快？滚开！炼化王级妖兽玄冥龟王，获得气血精华380点。好小子！太慢了。炼化王级妖兽影刃豹王，获得气血血精锁300点。下一个，暗黑灭龙，现在没人能替你分担压力了。老家伙，打得漂亮，接下来交给我。炎阳焚天！给我进攻！击溃黄级妖兽暗黑魔雷王，获得气血精粹1300点。苏战王，陈会长，万岁！好一个苏杰，我人族后继有人了。不好，还有黄级妖兽，足足3头。身后就是家园，我一步不退，誓死守住防线。为人族而战！糟糕，苏决，小心！会长，会长，撑住！我这就用气血给你疗伤。人族未来交给你了，快走！不！畜生！我要你们付出代价！给我碎！
50万、100万、200万，不够，再给我调动300万！击溃黄级妖兽骸骨地黄龙，获得气血精刷1950点。南部要塞同步遭遇兽潮袭击，我方已无任何援民可调。苏决，活下去！人族的未来需要由你扛起。诸军，随我结阵阻敌！陈峰！暗处还有数股隐晦的黄级气息蛰伏，穷寇莫追，稳固人族防线才是首要之事。系统，全力运转气血烘炉，吸纳整片区域所有游离气血。指令确认，气血烘炉全力运转中，检测到大量游离气血，开始炼化。获得气血精髓+15、+22、+30，精粹突破12000点，凝练第10条五脉所需的1亿气血，终于全部集齐。小友，伤势如何？兽潮暂时退去，随老夫一同撤离防线休整。前辈，陈会长为护我、护人族陨落于此。我必须带他的遗体回归故土，理所应当。老夫陪你一同前往。动作快点！这赤阳护心经是顶级至宝，撬下来我们这辈子都衣食无忧。别磨蹭，赶紧取下戒指。此地凶险，拿完宝物立刻离开。你们在做什么？哪里冒出来的底层武者，也敢插手小爷的事？识相的立刻滚开！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我们隶属金陵李家赵家，此地之物还轮不到你来知会。你不要乱来！李家与赵家底蕴深厚，绝不会放过你。你们践踏人族英烈，那就留下来，向陈会长忏悔赔罪。陈会长，我们回家。陈会长为守护防线屏障，抵御高阶黄级妖兽，不幸壮烈牺牲。您未走完的守护之路，您肩负的人族重任，我苏决此生替您尽数走完。陈明阳守护的从不是单一的人，而是整个人族存续的火种。一味沉溺自责，才是违背他生前的心意。你就是苏杰，所有人都告诉我，就是因为你，我爷爷才会出事。爷爷明明答应过我，要亲眼看着我考上顶级武大，他怎么能说话不算话？陈会长是当之无愧的人族英雄，我由衷抱歉。现阶段的我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护住他。这是爷爷生前留给我的遗物，他曾经叮嘱过我，若是他日他不在了，就把这块晶石交给能够让他全权托付的人。
我不知道你究竟是不是那个人，但我无条件相信爷爷的眼光。你若是辜负爷爷的一片心意，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陈会长，还有你牵挂的小鱼，你们所有人，我此生拼尽一切，誓死守护。小苏，仗都打赢了，全城都在传你斩杀黄旗妖兽的威名，你怎么还像丢了魂一样，还在自责？王叔，如果我能更强一点，陈会长就不会牺牲。陈会长舍命护下你，是认定你潜力无限，能够护住更多普通百姓。他托付的是人族希望，不是让你困在自责里消沉内耗的。王叔，谢谢您点醒我，这顿饭确实很香。是时候冲击武道瓶颈，完成10脉极境，踏上全新的层次了。杨伯伯，我账户内所有联邦积分全部无偿捐献，用作本次前线受损将士及其家属的专项安抚补地。这笔积分价值极高，足以盘活一整座城市的武道配套资源。你确定要全部捐出？资源我后期可以自行积攒。陈会长昔日对我有栽培之恩，这份心意微不足道。另外，我需要借用武协顶级专属修炼室，闭关冲刺武道最后瓶颈。没问题，我即刻为你调配修炼室资源，全程驻守外围，亲自为你保驾护航，隔绝一切外界干扰。我的天，这般恐怖的天地异象，到底是什么级别的武道突破才能引发？这小子到底在冲击何等顶尖境界，竟能引动天地异象加持自身？系统消耗1万点去血精髓，兑换1亿点精纯气血，助我冲破桎梏，极致突破！指令确认，1亿点精纯气血灌注中，第10条5脉凝练进度98%、99%、100%。恭喜宿主打破凡俗生命桎梏，破格达成武道至高境界10脉极境，基础战力完成极致蜕变。当前基础战力180万点，宿主武道之心品质升级为蔚蓝高级，解锁专属5脉神通诸天映照这坛。便是10脉极境的底蕴，也是属于战神层级的无上力量。天都省部分保守势力屡次滋生事端，陈会长昔日的遗憾，以及前线请将士的委屈，也是时候逐一厘清，公正了结。这就是诸天映照的威力，全方位增幅自身战力。这份实力加持确实远超我的预期。诸天战场，这才是顶尖武者该奔赴的终极舞台。不过在此之前，天都省积压的所有矛盾，我要先彻底解决。臭小子，赶紧出来！联邦总部的紧急通讯接连推送，几乎要把我的通讯设备占满了。这气场也太过骇人，你管这叫小幅突破？方才全城天地异象同步联动，整个临江市高层全都惊动了。常规操作而已。杨伯伯，我们走吧，去通讯室看看总部到底有什么指示。1亿星元10万贡献点，南宫特使，这份基础媚额未免太过微薄。我凝练第10条5脉，消耗资源都远超这个数值。后续淬炼全身五谷，这点物资根本不足以支撑修行。苏芮说话注意分寸，切勿太过直白，以免引起议会不满。苏界战神，还请见谅，这只是基础福利。如若你需要海量修行资源，可以截取议会发布的 SSS 级战略专项任务。陈明阳会长陨落，前线将士屡屡遇险，归根结底是联邦现有武者培养模式存在短板，适配性太差。资源我自有渠道获取，但我需要议会授予我权限，在临江市筹建专属武魂觉醒试验班。我研发出全新轻量化修炼方法，无需海量稀缺资源，武者可通过猎杀妖兽，吸收纯净妖灵，稳步变强。这简直颠覆现有武道认知！你确定这套修炼方法具备落地推行的条件？授予权限，调配专属实验室即可，其余事宜无需议会插手干涉。系统解锁诸天武库，消耗对应成就点，兑换完整版武魂觉醒法。消耗2000武道成就点，高阶功法武魂觉醒法兑换成功。功法内容已完整灌注至宿主记忆库，可随时调取使用。这47名学员全部按照你的标准，通过问心路幻境层层筛选而出。
抛开天赋高低，信性皆是同龄人顶尖，抗压能力极强，从不轻易向困境低头。直白告诉你们，以常规武道修炼路径，你们缺乏天赋、资源、背景，上限早已注定，很难成长为高阶武者。但我现在给你们所有人一条逆天改命的全新出路。我自创武魂自身潜材武法，后续可通过猎杀妖兽，吸纳纯净本源妖灵，快速提升自身修为。前方高压电网隔离区内关押着1阶低危妖兽，现在全员进入隔离区，猎杀妖兽，吸纳妖灵，完成首次武魂进阶试炼。是。不好，他们的精神强度暂时无法承载妖灵能量，出现能量反噬失衡。我立刻上前帮他们多余妖灵。这条路是他们自己主动选择的，试炼途中的所有困难都需要亲自克服。这是武魂试炼必经的成长关卡，任何人都不能特殊干预。整整8个好苗子，止步于初次试炼。苏决，这个成长代价是不是太重了？武道本就是逆天精进、突破自我的过程，妖兽试炼更是机遇与考验并存。安逸的温室永远培养不出能够独当一面、守护四方的顶尖武者。杨伯伯，以我和实验室的名义，为这8名学员发放专属成长抚慰资源，妥善安置后续事宜。他们敢于踏上试炼，挑战自我，值得最大的尊重。你们都看清楚，这就是武魂试炼的考验。信性不坚，意志薄弱，无法突破自我，就会被修炼桎梏淘汰。现在，我给你们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想要退出的学员，我会亲自为你们平复武魂能量，清除修炼印记，发放丰厚遣散资源。回去安稳做一名普通人，选择留下，便要坚守本心，直面考验，绝不轻言放弃。1、2、3，神藏境战力1分钟绝对压制力，这份底牌足以应对绝大多数危机，很好，很好。既然选择坚守，便全力以赴淬炼自身，继续试炼，突破极限。调出个人武道属性面板。单次淬骨耗时太久，消耗极高，即便有蓝色武道之心加持，恢复速度远超常人。想要将全身206块骨骼尽数淬炼为高阶灵骨，待这批粗粿之骨淬炼完成，便前往万象天宫稳步副本，高效获取海量修炼资源。苏杰战神出大事了！你提交的武魂觉醒法初步实践报告，在联邦最高议会引发了巨大争议。说重点。议会反对派议员抓住试炼存在淘汰率这点大肆炒作，指责你的修炼方式太过激进，不符合联邦稳妥培养规则，还声称容易引发人族与妖兽族群的摩擦。他们已经联名提交为上交武魂觉醒法完整功法研究和作用，强行索要我的功法。这群身居高位、安于享乐的议员，无非是觊觎这套功法的无上价值罢了。苏瑞，你千万不要冲动。联邦最高议会是人族最高权力机构，不宜正面抗衡。所谓最高权力，在天明星这片武道世界，唯有实力才是绝对话语权。南宫特使，麻烦你原话转告所有议员。这套功法是我独家研发的武道成果，我的实验班是锻造顶级武者的试炼之场，不是他们循规蹈矩的温室。谁若不服，强行索取，尽可来临江一试，看看我苏杰的实力能不能护住自己的成果。有人刻意屏蔽监测信号，暗中对医药系荒野区的学员动手，蓄意干扰试炼。敢动我的人！目标确认，奉命带走。胆敢无畏反抗者，废除武道修为即可。临江市受联邦律法庇护，禁止私自帮助武者。你们究竟是哪家势力培育的死士？梁百川，既然你执意阻挠，那便一并拿下。所有人全员出击！到此为止，束手就擒吧。私自动我麾下之人，你们背后势力是想彻底覆灭吗？想死，未免太过便宜你们。金陵赵家大长老赵玄空为窃取功法不择手段，
既然你们主动挑起纷争，那这笔恩怨我们慢慢清算。我已经收到前线汇报，那些袭击你的武者身份查清了，全部来自金陵赵家。南宫特使，麻烦你代为转达我给赵家。第一，交出本次围捕事件所有策划者与执行者，交由联邦武协依法审判。第二，裴钦万公亲自前临江试验，向我以及所有被学员公开致歉。逾期24小时，我会亲自登门讨要所有亏欠。无异于逼迫赵家与你正面死战，风险极大。我的底线与规矩不容任何人挑衅。赵家，希望你们不要轻易妥协，别让这场纷争草草收场。既然赵家拒不认错，那今日我便亲自前往金陵，取缔赵家一切特权与势力。赵悬空，即刻现身，为你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狂妄庶子！胆敢闯入我赵家地界寻衅造势，所有阵基持有者，启动万木擎天大阵，精锐子弟列阵，开启青木战阵预警。依托阵法固守，再集结一众普通武者，这就是你们挑衅我的底气，可笑至极。庶子安敢如此！老夫今日便亲手镇压你，一解下品武技青木长生拳。固守陈旧遗老脉络，你们的时代早已落幕。苏战神，我已知错，所有条件我全部答应。裴父5次公开致歉都没问题，求你手下留情，保全赵家上下。当初你们选择挑衅我的时候，结局就已经注定。现在求饶，为时已晚。赵家蓄意窃取联邦武者传承，私自围捕胁迫武道学员，触犯联邦最高律法。即日起，取消赵家所有官方特权，封禁族内全部产业，永久剥夺赵家武者修行资格。丁，宿主依法处置违规豪门赵家，震慑天明星各方势力，威望大幅提升，海量武者、平民心生敬畏，门徒基数暴涨，信仰点值持续飙升。诸天战场空间通道正式解锁。天明星这片狭小的池塘早已容纳下我的脚步。诸天万界，苏杰前来入局。诸天战场，这才是真正属于顶尖武者的舞台。天明星一方小池塘早就不值得我止步于此。不过在奔赴诸天之前，我需要彻底肃清天明星所有隐患，处理好所有琐碎纷争。
你总算回来了。联邦高层那群政客开始动用阴私手段，打算针对你发难。你自己看，各大媒体统一发布通告，细数新晋战神苏决的事迹，失控的顶尖武社，通篇颠倒黑白，绝口不提赵家犯罪事行，单方面抹黑你的名声。杨伯伯，没必要为这些跳梁小丑动怒，他们权限有限，只能依托舆论这种低级手段。可任由他们抹黑下去，你的公众官方评价都会大幅，甚至会影响你后续的修行与资源调我的实力从不需要向无关紧要的蝼蚁解释分毫。苏战神，你覆灭赵家一事已经彻底引爆联邦高层，各方势力炒作一团，局势彻底失控。哦，那他们是打算给我颁发嘉奖勋章，还是准备派议员过来和我友好探讨武道理念？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我刚收到圣城绝密情报，人族公认第一强者岳无极大人将于7天后正式闭关结束，重返联邦高层。岳大人出关当日，联邦最高议会会召开全员紧急会议，以罗特里为首的保守派议员打算借着岳无极的威势，传召你参加专项听证会。这就是一场赤裸裸的鸿门宴。他们大概率会借助第一强者的名头逼迫让步，甚至强制要求你公开专属功法，接受高层管控枷锁。你千万要谨慎应对。来得正好，我也早就想亲自见见这位人族第一强者，替我转告议会那群人备好会场，静候我光临即可。谁妄图给我套上枷锁，干涉我的选择，就得先问问我这双拳头是否答应。7天后，我准时赴会。以我如今247万点基础战力，在天明星已然无敌。按理来说，足以在诸天战场站稳脚跟，开启全新修行之路。系统，立即启动程序，开启诸天战场专属通道。最高等级警告：检测到宿主主动申请连接至高危险维度诸天战场综合维度评估，宿主生命层级低级武者，驳杂反击气血，规则抗性无，综合适配度极低，生存概率大数据测算0%。最终结论：当前阶段宿主进入诸天战场无法抵御维度规则侵蚀，强制终止通道连接。我已然达成10脉极境，纵用战神级顶尖战力，放眼整个天平星无人能敌。你告诉我，现阶段连进入诸天战场的资格都没有？宿主认知局限于天明星单一星球，视野狭隘。你所定义的战神，仅为凡俗星球顶尖层次，放在诸天修行体系之中，等同于刚学会行走的幼孩。现已解锁系统终极数据库，开放完整武道修行实境体系，供宿主查阅。第1境断体境，分开窍、凝脉、淬骨、运魂4大阶段。宿主当前仅处于淬骨阶段，圆满后方可凝聚专属武道战体。第2境起源肉横渡星际虚空，第3境境神觉醒本源全能，一拳可碎星辰。第4境天象，直至最终超脱诸天桎梏。原来武道之路浩瀚无垠，远不止凡俗争斗这般简单。我引以为傲的巅峰实力，仅仅只是超脱之路的初始起点。有意思，原来我一直都是井底之蛙，被困在一方小世界之内。既然现阶段无法踏入诸天战场，那便先前往万象天宫主殿沉淀自身，属于我的真正道路，从今日正式开启。